中美科技战，我们来关心中国移动，这个时候开了第一枪，它拒买辉达。那另外，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的是华为的升腾，他说上甘岭一战成名，中国算力可以完全的去美化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接下来看到的这一笔采购是中国大陆正式向美国的晶片霸权来说再见的一笔采购案吗？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当外界还在讨论说，这个 H200到底要不要卖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大陆现在确实直接开了第一枪。那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采购案价值1.55亿人民币的一个采购案，涉及到的是一个叫做装置算力的一个服务。那么核心储存的装置，它也特别说，我只买华为的装置。那么更关键的是，中国移动它这个时候大规模的弃用辉达的H200，全面转向升腾的系列，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了。刚刚提到这个采购案，其实它的名字非常的长，那到底它是要买 AI 的算力，还是这个特别当中提到的它的装置，它是要买它的装置？那升腾系列他说他要买，会是升腾910B 还是 C？ 效能上面来看又如何做评估？委员怎么看？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研究所教人工智慧教了很多年哦。那么我们每一次在讨论华为的升腾系列的时候，大概都是做片面的讨论，所以我今天特别稍微把它做了一点整理了，就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华为的 AI 晶片跟系统究竟发展到什么地步了。首先，我们先讲运算晶片。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升腾910C 就是所谓的运算晶片哦。那么升腾910C 它现在的单卡的效能大概可以等于 H100，大于 H20。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中国大陆不愿意接受 H20的原因，因为我升腾910C 就已经够厉害了。那你更不要提到说，因为 DeepSeek 的效应，当时 DeepSeek 号称说我面对硬体的封锁，我就用软体突围，所以他们在演算法做了创新。因此，升腾910C 搭配了 DeepSeek 所做的演算法的这个改变哦，那么它现在在这个 AI 的训练跟推理哦，大部分都可以完成这些任务了。这是我先讲的运算晶片哦。可是做 AI 的系统不是只有运算晶片的，第二个它要的是什么？是记忆体晶片。这就是最近为什么记忆体这么红的原因啊！因为现在全大规模的在建设算力中心，大家要开始训练大模型，当然需要记忆体啊。那么现在的华为的系统，它的记忆体晶片用的是中芯国际的，它用 N+2制程所生产出来的，大概是7奈米大概就是7奈米的规格。那么但是这样的这个中芯国际现阶段当然它的功耗跟它的散热是有一定的压力存在的所以你看到他们在这个冷却的这个装置上，他们要投入一部分的经费对。但是华为用了这个中芯国际所制造出来的这个记忆体的晶片它做了多晶粒封装的这个技术所以呢，它打造出来的我们叫做这个在研究 AI 的叫做 HBM 就是 High Bandwidth 的这个 Memory 就是高频宽记忆体为什么要高频宽记忆体？因为你在训练 AI 大模型的时候，你要大量的数据丢进去，所以你需要有一定的频宽，然后那个记忆体的容量要够大，因为容量不够大这个 AI 读完这一页的时候就忘记上一页了，那它根本没有办法完整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华为用了中芯国际所生产出来的晶片，用了多晶粒封装的方式，它已经可以成功的打造出来 HBM 来了。而这样的这个高频宽的记忆体，现在用在训练上已经是没有问题了那么这是我刚才讲到的是运算跟记忆体，接下来就是系统了，因为整个 AI 重点是在于一个系统。那么现在华为采取的战略叫做人海战术就是讲文绉绉一点，叫做以量补值就是也许在品质上我还没有追得上你 NVIDIA， 可是我量大我用大量的方式，我人海战术来所以它发展了什么？它用了一个叫做 Cloud Matrix 384的技术，我们叫做超节点连接，它可以把几百粒的晶片同时连接在一起，打造出来一个系统集群。它这个系统集群就可以跟 NVIDIA 的系统集群相媲美了，因为它用非常大的量来完成这个工作。那回过头来讲到中国移动，中国移动是中国大陆 AI 国家队的一份子，所以当它在打造它的应用体系的时候，它当然要求要做什么？叫应用闭环，就是我所有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来源绝对不能够随时有可能受限于外国。所以我要做到的是应用闭环，所以他才会在这个合约上一开始就讲到说我拒绝进口。对。那么中国大陆现在自己的国产 AI 晶片的这个占有率从2024年只有10%，到现在已经到40%了。所以已经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了。
更何况这一次中国移动要打造的是什么？是他们的5G的一个核心网络的智慧化哦。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一个通讯网络的智慧化，它怎么可能会容许说我的晶片如果仰赖了 NVIDIA， 我随时可能会被它掐断脖子，然后我不就完了吗？更不要讲说这个晶片有没有后门呢？那我对我这个国家的整个通讯安全上会有影响，所以它当然会采取国产的哦。那么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华为比 NVIDIA 更强的一点是什么？因为华为提供的是一个垂直整合的方案，因为你要做5G网络的这个智慧化，你不是只靠一个晶片就可以了，你要有整个系统，你要有伺服器，你要有 OS， 你要有算子库，你要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单元要结合在一起。华为可以提供，可是 NVIDIA 只能够提供它晶片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中国移动，你说它选择华为，当然是有它的道理啊，它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个 AI 国家队哦，那必须要选择华为，而是因为华为的确能够提供给它更好的服务品质。好，所以中国移动开的这个第一枪，对于华为来说，等于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哦，开启的就是这个全国产的第一枪。那所以我们来看到华为的董事长，他也特别的形容说，这个叫做上甘岭战役，也就是说输了确实我们就没有退路，但是如果赢了就可以改写历史。这一次的订单规模，确实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有这个升腾晶片嘛，那现在计算起来是1800颗升腾 910B、910C， 那另外就是伺服器，训练伺服器一共是200台左右。那包括我们 CG 上也看到，许多的厂商也开始加入国产化，买中国大陆的这个国产化的这个设备了，包括了中国电信、联通，他说国产占比至少超过50%，广电网络也说要全国产化，寒武纪、摩尔县城也是这么说。那舰长又怎么看？我很久以前看到一个这个 YouTube 上面的一个专家在那讲，他就分析中国的这个晶片的能力。那当时因为你就知道，中国现在大概被各种卡脖子还突破不了的，让我们感觉是高阶晶片嘛。然后他就说，他们一直在努力的突破，中国大陆在努力的突破。他认为2026就是今年会是中国制造晶片的这个爆发期。我当时一看到这，哇，这么厉害！后来我看到另外一则新闻时，我真的是相信的。为什么你知道？他说中国为了突破这些晶片哦，他真的是利用国家的力量在做这个事情。他们指明谁来负责呢？华为的董事长任正非，任正非统治了大概统领整个中国大陆一些研究机构，几十个研究机构，数千位的研究员。其中有专门的100个大学生在做逆向工程，就是硬体在做那个光刻机。每个礼拜，任正非要跟他的就是说官场的那个督导他的那个人去回报，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东西，你就发现他是一个集国家的力量，然后找的是一个最令人佩服的一个企业家，就任正非。任正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商人哦。那从他那里看，我就觉得哇。可以期待，因为他们真的是利用一个正确的方法。然后这个事件呢，买的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是这个2026年开年出的一个东西，叫做一叶知秋。这个东西你别以为就是一个东西拉上来，所有的技术几乎都跟着起来，而且又是任正非在督导的，所以我赌，他们真的今年会是一个大爆发期，而且很多东西都可以克服。好，2026中国大陆的 AI 大爆发，那所以在这个另外一方面，看在美国的眼里就特别的刺眼。美国持续的针对于这个辉达来做砍刀，这个时候会不会对辉达就更加的不利了呢？我们看到的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要求辉达接受 Know Your Customer， 就是 KYC 的这个条款。他说，凡是呢你要卖给中国，你就要交出客户的资料，并且接受政治的审查。辉达就说了，如果条款不具有商业的可用性，市场其实会去转用买其他的这个产品的。华干哥又怎么看美国的这个限制对于辉达来说更加的绑手绑脚 ？KYC Know Your Customer， 如果我不了解我的顾客怎么办呢？对不对？我就是太了解了，我太了解。我跟你讲，真的，如果说你要让那个字节跳动，也就是抖音的母公司，它没办法运转的话，我跟你讲，美国消费者会气死，对不对？因为他们都看抖音的啊，川普自己都在看啊。那你现在好，字节跳动会受到影响，阿里巴巴也会受到影响，很大的影响。其实很简单，你要知道哈，辉达它的上头哈，不仅仅是辉达，英业达也是这样，大家都一样啊。他们上头说一定要 know your customer， 就是说你一定要了解你的客户，不会把像 H200这种高阶晶片
用在军事用途上面。因为你晓得嘛，中国最厉害的就是这样，就是说他用另外的名目进来。可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各位，中国现在已经不需要再靠 H200了。为什么？华为现在已经跑上来了，刚刚委员讲的。